尚宇，那么你的理想的生活是怎样的？你刚才说大树，一棵花树啊，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。我希望我虽然是一个微尘，我自己知道我自己跟其他人所有的芸芸众生一样，只不过是一粒微尘。但是呢，我的理想，我的精神生活，我希望我自己是一棵参天大树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树这个存在真的是上帝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启示。你看它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需求，你给它阳光、空气、水，它基本上就可以长了，而且它还长得很高，风雨来了它也能站立得住，而且呢，它对生态也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一种滋养生态的一种存在，还能够给人遮风挡雨啊。我觉得这个树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一种物理的存在，而且是一种灵性的存在。所以呢，我自己希望自己我的理想的生命是一棵参天大树，有花更好。有花有果呀。对，嗯，因为我是生命教练啊，特别愿意嗯大家都能够活出一个自嗯己的那一份人生的命定，还有人生的欢悦啊。嗯。你怎么看待人生的欢悦？就真正的能够从里面出来的那种欢悦？让我来总结一下的话，我觉得，你刚才说的那个“流动”那个字挺好的。作为一个人，他一定要吸收一些正能量，正能量的吸收了以后，你才能给出一种正能量。那么就是在这么一个循环流动的过程当中，欢悦就产生了。你吸收了爱，然后我们给予爱，那在这个吸收和给予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欢悦的。所以呢，我就在想，一种正能量的积累和一种正能量的散发，这个是嗯比较理想的一种生活方式吧。，OK。那假设有人问尚宇，我也想给，可是我觉得我里面很干，觉得没有办法给出来了，怎么办？这个不怕，不怕你干，就怕你没有这个就生活的动力。你要到光里面去。你看嗯圣经里有很多就先知说，上帝说你在洞里面干什么？以利亚是嗯吧？你嗯哼。快点出来，出来！你出来了以后，就外面就看到光的时候，那你自然就吸收了光，你生命就会有盼望。好的，好，谢谢你的这个分享啊。那嗯么，假设说，就是你这个人生阶段啊，你经过了很多的酸甜苦辣，可是你还能够保有爱，我嗯。觉得这中间这个是很大的福气，也是很大的勇气，也需要很多的智慧在这里面。那么，如果现在有一个女孩，婚前啊还没有结婚的年轻的女孩子，来寻求你的建议啊，你会给她几条建议呢？啊，会是什么呢？对他自己来说，当然是要爱他自己了。就说你要给自己足够的爱，你才有可能去爱别人，你才有可能建立一个有爱的家庭，你才能够把你的先生，就说你用爱来包裹他，让他在外面冲杀的时候是有退路的。这是一点。另外一点呢，就是你要建造你自己了。其实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责任给你幸福，幸福这件事情是要你自己去创造的。假如说你觉得就说啊，我嫁人了，从此以后我就 live happily ever after，这个是只有童话里面有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你这婚前的时候有这种心理准备，爱是恒久忍耐，恒久忍耐，当然不是负面的恒久忍耐，而是正面的恒久忍耐，不是忍字心上一把刀，而是在爱中有忍耐，因为你是有盼望的。当然，就是择偶的时候，有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是蛮重要的。我对我女儿说，你择偶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，就这个人有一点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他一定是一个善良的人，是一个负责任的人。非常好，谢谢啊。你刚才提到说爱是很久忍耐，我就想到说，
这是圣经上的一句话，就是嗯原文爱是恒久忍耐，那个忍耐讲到不像我们中国人那种很被动、很被动的那种忍耐，其实里面含着说我在等待中嗯间的那种态度，嗯嗯特别强调说我有一种很正面的、很有盼望的、很有容纳度的这么一种态度，在嗯等待对方的时间到嗯，来。有对。有那个意思在里面，非常的好。好，那假设说，你刚才提到一个女孩子啊，你要先爱你自己，来建设你自己。那这个"爱"这个词，有很多含义了。那嗯。我如何对待自己才是爱我自己呢？我最近在想这个事儿哈，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啊？我觉得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应该是一个比较松弛的状态，不紧张。我曾经总结了一下啊，也参考了一下别人对这个松弛感的一个看法。我把它总结成松弛久感。第一个就是开悟，其实你知道你自己要什么，你自己是什么，你要什么，你要往哪里去。第二个是平和，你这个波动是有限度的，你有一个目标，然后呢，其实你对着你自己的目标行进的时候，你这条路上你走的是很笃定的，你自己很笃定的时候，你的心态是属于平衡的，因为外面的这些东西都不会太干扰你，而且你自己知道你在做什么，是吧？那你的心态自然就会比较平和。另外一个呢，你永远是在期待一种奇迹发生。这个你有信心吗？你只要有信心的时候，奇迹是跟着你的信来的啊。那你因为你知道上帝是一个创造奇迹的，那你在生命当中，你的眼睛是睁得很大的，然后你每天其实都在期待着某种奇迹的发生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的生活不是枯燥乏味的。那不是枯燥乏味的时候，你自然就会走路起来的时候，就会有一种那个步态跟别人都不一样啊。那另外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上善若水是一种慈爱的啊。那我已经活到这个年龄的时候，我其实对其他东西我都不是特别在意，我特别特别在意的就是一个慈爱。一个人，特别是女孩子，刚生出来的时候，你的容颜是父母给的。其实到了25岁以后，这个你的容颜是你自己相由心生，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。是什么样的创造出来的呢？是因为你的慈爱。你的嗯慈爱，你就会创造出你一个慈爱的容颜。而年纪大的人，美不美没有关系，慈爱的容颜都是美的啊。嗯哼所以呢，嗯容颜焦虑这件事情，在你身上也没有，所以你是嗯松弛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你是明智的。你怎么才会是一个明智的人呢？就是你一直不停的会喜欢学习，喜欢吸收新的事物，喜欢做一件新的事情。你在这个学习当中，你在这个吸收别人的这个智慧的当中，不仅仅是周围的人，而且就是古人那些古典的书籍里面，你天天都是跟最伟大的头脑在对话，你怎么可能不明智呢？那你如果是明智的话，那你怎么可能没有松弛感呢？另外一个宽容，你不老盯着别人的缺点，特别是不要老盯着自己的缺点，要宽容自己，不仅宽容别人，还要宽容自己。你不过是一粒微尘，有一点缺点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是吧？另外一个主动，你要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，不要天天躺着被动的去等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，主动的去做一件事情，那人就活得带劲儿啊。那个还有一个淡定，最后我就说勇气。假如说没有勇气的话，我们就人生其实真的就是一条小船，在一个大海里面在渡海啊，对不对？你那个没有那个勇气，天天在惧怕里面生活的话，那这日子就没法过了。所以呢，就是说，不管看到什么危险也好，什么东西也好，就是不要怕，只要信。
只要信你一定能战胜，那你一定就能战胜。我就觉得说这个松弛久感，那对我来说，我是希望我自己能够在余生里面继续的践行这个松弛感吧。对，太棒了，松嗯。弛久感。嗯，那如果说在人生不同阶段，就是比如说30到40，40到50，50到60，哈，就是这么一段时间的这个女性，你有什么建议来给他们？自然而然的，我们就想到孔夫子的话了：“30而立了，40不惑了，50到60就是知天命了啊。”那怎么样去用我们新时代的这个生活方式来理解、重新诠释这个话？我想古人讲的话传到现在，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。那“30而立”，确实人到了30，在这个世上生活了30年了，是应该把自己的脚站稳了。那怎么样站稳呢？首先就是在物质上面，你得让自己有碗饭吃吧，这个很重要，不是不重要。那40不惑，应该说所谓的不惑，就说你到了那个时候，你应该知道你在做什么。这个其实很不容易的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。当你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时候，你做的这个方式、成效都会不一样。就举个例子吧，我是47岁，就是辞了这个纽约公立图书馆馆长的那个曼哈顿图书馆馆长的职位，来神书传播协会服侍。那我想是什么使我做了这个决定呢？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永恒价值的东西是值得你，因为你已经过了一半了，你的日子已经过了大半了。那你接下来的日子应该把精力放在什么地方呢？放在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面，这个就是我的不惑了。嗯，那至于其他的人，每个人其实都有他自己的不惑，你要自己去寻找这个不惑。那至于50到60这个阶段，我想应该回首一下吧。我这辈子过来，有没有1件到2件事情，是我一生梦想而没有去做的，没有办法去做，或者说条件不成熟，我没有做的，那我是不是应该花一点时间去做这件事情，让自己真的今生无憾呢？你嗯想到前2天我刚给了一个讲座，就是讲到，当然是针对基督徒而言的，说基督徒为什么要来就懂教练法啊？当嗯时我其实问一个问题，让大家自己来思考，嗯就是人生到了一定阶段以后，如果你想，如果内心里有一点点不满足，说，难道生活就是这样了吗？嗯那么就是不要那么急于去打压，说，哎，你不懂感恩，你不懂得满足哈，人生应嗯该知足，而是把它当成把内在的感受当成一个信号，就说嗯这个信号向你发出的是什么？你如何嗯正确的、诚实的去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些愿望，然后来解读一下，嗯因为上帝的应许是，我来是要让人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这是他的应许。如果嗯说我不觉得丰盛，那一定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。嗯那么去面对，或许就能够找到答案。当然，我的建议是说，懂得教练法，你就可以，一个是把自己建立起来，同时呢，百川汇流，以嗯往所有的经历、经验，所有的酸甜苦辣、顺境逆境，百嗯川汇流，最后都变成一种资源，让嗯我们后面的人生可以活得不一样。好像也，我知道，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啊，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你。那么我现在就问最后一个问题了，就是嗯，关于情人节啊，关于爱，你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我最喜欢的一句话跟我们前面讲的也有联系哈。梵高有一句话说的我挺入心的啊，他说：“爱之花开放的地方，生命便能欣欣向荣。”爱之花开放的地方，生命便能欣欣向荣。我们知道梵高这一辈子，我们所知道的生活的并不是特别如意，
但是他说出这句话，我相信跟他的话为什么能打动我们的心有关系。他画的其实是一种爱，他其实画的是一种欣欣向荣的生命。哦，他的向日葵吗？他的向日葵，他的流动的心，他嗯的这个邮递员，他的这些这个人物，吃土豆的农民，其实嗯他画的是一种很朴实的、很接地气的、很深的一种爱。我们也许对梵高有一些误解，对他的生命的 quality 有一些误解。我相信就是他表达的是一种深层次的一种爱。哇哦，这个真是带给我一个新的视角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去嗯看他的画的。嗯嗯好的，说不定我们下次还有机会再来把你的那些内在的智慧啊，那些好的领悟给我们挖出来，跟我们大家分享。